我想问一下在座各位，如果有一天因为某种原因你需要去医院看一下自己的私处，在进行检查的时候，你是更愿意被男医生还是女医生检查呢？就我个人来说吧，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是个男的，如果某一天我要去看病，那我肯定更倾向于男的医生。那么我敢保证，如果你是女生的话，也肯定是更倾向于女医生来看。在现代的医疗体系当中，妇产科被视为女性的专属领域，一般女生一辈子总会去一次。但有一天，当你走进诊室的时候，发现里面是个男医生，还是个老主任，你会怎么想呢？当然，对于医生的专业程度我不予评价，但至少作为女性的你总会为之一振。当然了，你得相信医生的专业程度，要不然他怎么能够做得上这个位置呢？不过在这个世界上，还是会有很多事情可能会像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发生的。在美国，就有一位曾在妇产科领域拥有不俗声誉的男医学博士。原本凭借他的履历，患者们非常愿意相信这位医生的所作所为，但直到一位患者站出来，勇敢地指控了他的不当行为，这才让这个衣冠禽兽暴露于世。患者们原本寄予厚望的信任，在诊室的每一次接触当中悄然裂变，最终变为了无尽的质疑和恐惧。劳里·坎约克是一位38岁的专业舞蹈演员，她曾经流产过一次。当她得知自己再次怀孕的时候，非常的欣喜。只不过她最近接受了脊椎治疗，担心这会增加妊娠的风险。于是她预约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产科医生罗伯特·哈登。他很感激能够在如此杰出的机构找到一位在妇产科领域拥有多年经验的权威医生。然而，当他走进那间诊室的时候，心中的期待很快便被残酷的现实给撕碎。在初次接诊时，老李对于哈登的印象颇佳，那温和而稳重的气质，淡淡的灰白色胡须和一副圆框眼镜，让他觉得这位医生不仅技术过硬，更像是拥有一种父亲般的温暖。于是，他就将自己的下半身放心地交给了哈登医生。在几次的检查当中都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但是有一次，当他在被检查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下体出现了非常不适的感觉。在另外一次预约当中，哈登又做了一些让他觉得非常奇怪的行为，甚至还让他隐隐作痛。由于之前的检查都没有经过这些步骤，虽然老李感到了不适，但还是出于自己预约的是最权威的医院当中的最好的医生，所以他也没有多想。直到自己的孩子出生后，一场噩梦即将发生。2012年6月下旬，那是一个平常的星期五，他的女儿出世已经有6周了。按照惯例，老李再一次进行产后检查。在检查的初期，一切似乎都在正常进行着。哈登耐心地询问他的恢复情况，记录了他的检查数据。就在护理人员离开后，情势却急转直下。哈登突然折返回来，告诉他：“我忘了检查你的缝合线了。”于是他要求老李重新趴下，以便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出于对医生的信任，他没有多加防备的照办了。然而，当他躺下后的刹那间，身体却感应到了一种既异常又陌生的触感。那种感觉与平时的医学操作截然不同，带有明显的性侵犯意味。在短短的几次观察之后，老李从恍惚当中猛然清醒，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正在被人利用，并且造成了令人发指的侵犯。随后，老李的内心充满了震惊、恐惧与无助。他赶忙拿起手机，给男友发了一条简单而又清晰的信息：“哈登医生刚刚舔了我，浑身发抖，太恐怖了。”她的男友听到消息后，立即赶到了医院，并迅速拨打了报警电话。那一刻，老李的世界彻底崩溃。长期建立的信任顷刻间化为乌有，而他自己也陷入到一种与绝望恐慌当中难以言表的情绪。随后，哈登当晚就被逮捕，但由于警方也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只能先放了他。而让人愤怒的是，第二天他就重新上岗了。医院只是要求他在检查患者的时候需要有家属陪同，并没有引起重视。而事后，他还给老李打了一通语音电话，语气中流露出既困惑又轻描淡写的态度，试图以忘记检查缝合线为借口掩盖自己的不当行为。但此时此刻已经没有用了。在那种高度信任的医患关系背后，竟然隐藏着如此巨大的权力失衡和监管漏洞。老李的遭遇也迅速在患者和公众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不仅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也让曾经信赖哈登的患者开始质疑整个医疗系统的监管机制。受害者才明白过来，自己之前遭受过哈登莫名其妙的举动，原来就是被这个禽兽性侵的感觉。但由于哈登是一家权威医院的权威医生，许多患者就算是吃了亏也有苦说不出。那么这个衣冠禽兽到底是什么来头呢？罗伯特·哈登出生于20世纪的中期，他在纽约长岛郊区的花园城长大，从小在求学期间就表现优异，先后考入了著名的学校。他在本科阶段便表现出对生物科学和人体结构的浓厚兴趣，这为他日后选择医学专业奠定了基础。1980年，他获得了基德摩尔学院的学士学位；83年又获得了巴黎大学的硕士学位；87年，他又在纽约医学院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
在这一阶段，哈登不仅学习了先进的医学知识，还接受了严谨的职业道德教育。1991年后，哈登正式开始从事妇产科医生工作。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他曾在多家知名医院任职，并在一些大型医疗机构中担任过重要职务，最终受雇于哥伦比亚大学。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本应该成为医学楷模的人，却在日后因难以启齿的罪行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在哈登的罪行被曝光后，哥伦比亚大学医院努力平息危机，在几个月后才通知他的病患他已不再工作。2012年，警方和当地的检察官开始调查哈登，先后有6位患者站出来指证自己被哈登性侵的过程。然而，更为可怕的是，哈登在哥伦比亚大学行医的这20年里，每天都要接诊25至40名患者，数以万计的人接受过他的检查和治疗，这其中不知道有多少人惨遭了他的谋害。但是最终也只有245名患者站出来指证，这其中不只有孕妇，甚至还有未成年女性。许多人因为年代久远或是碍于面子，都没有深度追究。在这么多的指控面前，哈登无话可说。2016年，他被判犯有多项性侵罪，但是由于证据不足，并没有服刑，只是被吊销了行医执照。而随着指控越来越多，其中在2020年的时候，总统候选人安德鲁·杨的妻子伊芙琳·杨在电视直播当中指控哈登在她怀孕的时候对她实施性侵犯，这引起了人们对该案的关注，并导致哈登面临新的联邦指控。终于在2023年的7月份，这个一关禽兽终于落网，纽约南区地方法院判处哈登20年监禁，罪名是诱使4名女性跨越州界，在其办公室发生非法性接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哈登最早在2012年的时候就被指控性侵犯了，但是多年来他迟迟没有被送进监狱。除了司法程序本身就存在漏洞之外，也与他所在的机构哥伦比亚大学医院的内部处理方式密切相关。在最初阶段，受害者虽然控诉了，但由于取证困难，部分案件的证据以及链表不够完整，执法机关往往难以迅速对哈登提出刑事指控。而正因如此，司法机关在缺乏铁证的情况下，对他的指控只能被推迟或是处理得不够严重，导致他多年来能够一直处于工作状态。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受害者站出来，案件规模才逐渐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在美国的医疗行业中，尤其是在一些消费剩余的机构内部，往往存在一种难以公开的问题。就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医院，它作为高等学府和顶尖医疗机构之一，其内部对于医务人员的不当行为往往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袒护倾向。许多受害者在投诉时发现，内部并没有真正建立有效的监督体系，甚至有时候会因担心影响医院声誉而淡化甚至忽视问题，这使得哈登的不当行为长期未得到重视或处理得不够严肃。正是这种文化和管理的缺失，才使得他能够在没有真正受到处罚的情况下继续行医。但是在这么多证人面前，哥伦比亚大学还是没能保住哈登，最终同意支付2.365亿美元，以和解226名受害者提起的诉讼，但医院自始至终也并未承认过任何过错。看到这里，各位是什么感觉呢？罗伯特·哈登作为一名妇产科的医生，原本肩负着保护患者隐私、维护患者安全的神圣职责，但他却利用医患间天然存在的权力不对等，对患者进行性侵和不当行为。这种行为可以长期持续，也表明他具有极高的隐蔽性和操作力。凭借患者对于医生的信任，一次又一次地逾越了职业界限。他的行为不仅对受害者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更是对整个医疗行业信任体系的一种亵渎。尽管最终他因证据的不断积累而被定罪，并受到了严厉的刑事制裁，但在多年后他依然能够逍遥法外。他的行为被认为是最典型的职业掠夺性犯罪之一，也暴露了相关法律和监管机构在面对这类性侵案件时的不足。而他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作为一家享有声誉的学术和医疗机构，本应是最高职业道德和严格监管的典范，但在哈登事件当中，从受害者多次投诉、报警到媒体曝光期间，学校和附属医疗机构并未采取足够果断和透明的措施，反而采取了一些形式上的应对，就比如要求在检查时有陪同人员在场，并没有彻底的剥夺其职业权利。其在事件处理上的迟缓和消极态度，不仅反映了内部监管的严重不足，也损害了公众对于医疗系统和学术机构的信任。但是在这样的行业里面，哪里还存在什么绝对的公平公正、严密的监督机制？想要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我们只能期待医疗机构在面对危机时能够将患者的安全和正义置于首位，这样才能够维护一个对于患者真正负责任、有效防范权力滥用的医疗与监管体系。那么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对于哈登的案件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那如果觉得视频做得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郑郑，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